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本末测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评测的是4家网红的店铺。这4个网红呢，都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。但至于他们的服装的质量如何呢？我们接下来一一给大家评测。首先呢，我们测的是一家叫钱夫人的店铺。钱夫人呢，这个品牌呢是王思聪早期的女朋友叫雪梨。雪梨呢，大家很熟了。那去年呢，做电商。排名第2，仅次于张大奕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他家衣服的质量如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猜这个雪梨的衣服。它呢发的是顺丰，那价格会比一般快递要贵几块钱。手撕快递。我们首先呢从它的做工开始讲。做工呢，一般我们就是看说这个牛仔裤的一些孔啊，以及它下面的下摆啊，以及线条啊，以及长度两边对不对称。它这个孔上面呢，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小线头。然后这个扣子，那它这个扣子呢，是那种藤扣，当然质量不是非常好，但是也不差。因为出于它这个产品的那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它可能不会用太好的口袋。OK， 那我们说这个口袋，这个口袋呢确实不是很大，像我这个手反正是插不进去了。那一般女生可能手比较小一点，然后深浅度呢还好。我觉得一个手机放进去，像我的 iPhone 6，可能放进去还有一点点露出。如果是 Plus 的话，基本上是塞不进去的。它的口袋里面的面料，我们看一下。它这口袋里面面料用的是特别便宜的那种内衬，然后这种内衬呢，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因为它的内衬是那种丝质的，然后特别滑，然后这个接口时间久了以后，它会断线，然后它这个里面的一个丝质的这个内衬呢，有时候会散开，所以这个内衬呢不太好。这个拉链我一定要说一说，因为可能女生还好，它这个拉链，它跟男生不一样。因为男生的话，像这种的话，你可以用手感受一下，它特别锋利。像我们男生的话，经常要这些防止小心割了小鸡鸡。好，那买牛仔裤呢，我们给大家一些小经验。那首先呢，就是你要看它的面料是不是厚，一定要厚。然后第2点就是说，看它的走线，它的扎线是不是扎实，一定要非常扎实。第3点呢，就是它的颜色，不要洗一下掉了一堆颜色。然后衣服都变色。我们现在拆的是商侃的衣服，看看商侃的衣服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塑料的包装，内包装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它这个包装袋，不是定制的，就是普通的那种，然后它上面就特别简单，就是有一个编号。然后颜色和条码。OK， 那这一件呢是商侃家的毛衣。毛衣呢我特别擅长，因为我之前很多年前在广东的时候做过毛衣的加工。那它这件毛衣呢，是一种叫金纶的这种毛料，跟羊毛呢有点类似，然后保暖性比较好，然后弹力也特别好，但是就是这毛料不是很耐穿，保暖性但是很强。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做工。首先呢，像这种渐色的毛，因为它有2种颜色叫间色。那这种有颜色的呢，它是这个毛线本身就是这种颜色，不是说后期染的。所以它这个做的时候呢，就要考虑把2种颜色做对齐。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它这个黑色和白色有没有对得很齐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肩膀这一块，拉开看，总体是做工就还不错，那对的都很齐。然后看这边，对的都很好。然后前胸和后胸，那我们拉开看一眼。总体来讲，做工还是挺细致的。这种间色对的都很齐，代表他们挺细心的，然后做这个事情。我当年就是缝这个毛衣的，所以我很知道对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心的对。然后这种还好，因为它的颜色并不是很多，所以这种对起来比较简单。再看一下它这个嘎吱窝这一块的一个十字角，这个十字角呢
稍微有一点点，有2毫米的差距，但是2毫米呢，你不能拿来做标准，只是我们说一说而已啊。我们再看它里面的做工怎么样，也是一样，有一些小的线头，它这个检查人员没有很细心，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很注重这个事情。这些小线头呢，你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影响，自己就剪了，但是特别是毛衣呢，它织的时候它都是有那个规律的。如果你某一条线断了，那这个衣服可能就会从这一块来散开，甚至最后会影响整个一大片儿。所以这个线头呢，一定不是随意剪的。毛衣大家记住了，毛衣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缩水问题。一件毛衣的好坏，可能布料会占很大一部分，但是最终的缩水一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接下来拆的是77的店，那这一件呢是77家的衣服，这件衣服呢，它的材质呢是一种叫貂绒的面料，大家不要觉得貂绒就是貂皮身的啊，它只是说它的手感、它的观感有点像貂皮的毛，所以它并不是真的貂皮毛。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衣服啊，先从它的做工开始说。这个呢，那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呢，第一感觉就是说掉毛特别严重，因为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找起。这种毛料呢，它本身就容易掉毛，哪怕你的质量会比较好一点的毛料，它依然也会掉毛，只是说它掉毛的程度大小而已。就它整件衣服的那个织法是密度会比较紧，跟刚才那件来比的话，它的密度会比较紧一点。大家可以看，我一拉它的包的弹力还有它的密度都比较紧一些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肩。这个肩部呢，我们拉一拉，这样比较紧，这样比较紧呢，实际上是不好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毛衣是有弹性的。当你穿上以后，你的肩膀如果这样动作特别大，幅度特别大，因为这个特别紧，所以毛衣有弹性，结果这个缝接口没有弹性，这样就是会影响，就是你力度如果太大的话，这里会立刻断掉。一点都不夸张。穿的时候是满天飞舞的毛毛，而且脖子特别扎。我靠，我绝对不说谎，你绝对不说谎。我们的测评一定是非常非常公正客观的。你们买回去可以自己试穿，如果说谎了，你们可以随便骂都行。最后拆的是林小宅的衣服，它的包装，算是所有当中。我觉得应该是最细心、最用心的，因为它这个外包的皮都是粉色的。我给大家看看。OK， 首先呢，我们还是一样，从它的做工开始聊。这种面料呢是一种叫触纤的一种面料，就是人造的一种纤维。那它的面料呢会比较滑，有点像那种丝绸的感觉。以前呢经常用于做这种西装呀、做外套啊。以及这种睡衣啊，它会比较滑，然后有这种比较垂的感觉。然后这2年大家把它运用于这种棒球衫，就会特别的鲜亮，然后特别光滑，觉得很有质感。因为它这个面料呢，首先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特别薄，太薄了它就容易皱。这种棒球衫呢，我一定非常非常强调，如果是像这种这么薄的衣服，千万退掉。薄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没有质感。很低廉，会觉得一点高档就没有，因为这种料子，我刚才讲它是有点像丝绸的料子，它本身就是仿丝绸，让大家觉得，这种料子特别光滑，特别明亮，就很高档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太薄了以后，根本就没有那种质感。那这种衣服呢，其实没有什么设计感，因为这种款式本来就是抄袭国外的或者借鉴的。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它胸前的这个花，这种花呢，它是一种电脑的绣花，不是人工的，一定要记住，这种不可能是人工绣的。电脑绣花呢，是现在是最普遍，然后最常用的一种绣花手段。那这种电脑绣花呢，很好，而且可以绣非常精美的、特别规整的一些花纹，这种本身很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特别严重，如果前胸的绣花或者后面的绣花出现这种褶皱，
我一定是不要的，我一定是退货的。为什么？当你们穿在身上以后，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就是衣服特别垂、特别柔、特别亮，突然间有一个印花鼓了起来。因为印花好的印花一定是说印花和布料是融为一体的，但是像这种比较差的印花，就觉得这个印花好像是贴上去的一个膜，或者贴上去的一个贴纸。还有一个点也在绣花上面去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花上面的线不止一个，我看2朵绣花，包括后背的都有不大不小的一些线的抛锚。那这种线，就看起来可能没什么，但是这个线非常严重。一旦这个线有一天因为你洗的原因，或者是你手指甲划的原因，或者怎么样，它可能会断掉。大家知道绣花也是跟织毛衣一样，它是有规律的。一旦某个线头断了以后，它会闪开，它整朵花可能就没有了，包括可能这个绿叶就没有了。好，现在是我试穿的效果，大家可以看看胸前的这朵花，它的边角的褶皱，两边都有，然后还有这种线头，哎，能看得见吗？这种线头，我们在户外给大家做测评。为什么在户外呢？因为在户外可以最大程度的还原服装的原本的颜色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色差。